外刊认为歼-20首秀超机动，证明该机在4代机中领先的地位无可置疑。为什么被震撼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歼-20作为全球目前唯一正在全速量产的重型隐身战斗机，自问世以来，西方就对该机的机动性能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是一款战术轰炸机，而不是战斗机。近日，中国空军在长春举办的开放日上，歼-20战斗机进行的飞行表演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称，歼-20所展示的超机动性能令人震撼，与之前展示的通常飞行和相对保守的转弯机动形成鲜明对比。它做出了世界上其他战斗机很难做出的急剧爬升和转弯动作。在所有的隐身战斗机中，歼-20战斗机的机动性能目前看已经能够排在前列。美国的 F-22战斗机通过使用先进的双发 F-119推力矢量发动机实现了超机动飞行，但是其机动性能和推动比仍然无法与苏35等战斗机相比，而 F-35隐身战斗机依赖于一台推力更大的 F-135发动机，但是由于该机的结构重量和飞行阻力太大，翼载荷太高，因此它被认为是同代战斗机中机动性最差的战斗机。而作为一款大规模列装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期望歼-20具有与 F-22相当的或者是更优越的机动性能。由于该机目前没有配备涡扇15发动机，所以还没有完全释放其机动优势。而该机创新性地采用了压翼加边条翼的设计，从而使之仅仅配备涡扇10C发动机的情况下，就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机动性。过去，美国一直认为歼-20更大的优势是在航程和航空电子设备方面。美刊称，虽然过去认为歼-20还没有配备推力矢量发动机，因此它的低空低速机动性能与之不匹配，但它最近在爬升过程中所展示的机动性，比除了美国的 F-22以外的任何重型隐身战斗机的飞行性能都更复杂，证明该机在低速飞行状态下拥有非常优秀的可操纵性。那么，这个非常优秀的可操纵性是怎么实现的呢？前面提到，歼-20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而且呢还创新性的将压翼和边条翼进行了组合，从而能够利用2个托体涡给机翼增升。那么飞机的升力大，飞行性能就好。但是，光是升力大还不够，还需要有非常优秀的低速操纵性。那么从目前该机所展示的这种超机动飞行性能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在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该机照样能够做出横滚和快速掉头转弯的机动动作，这是一般飞机做不出来的。那么它怎么实现的呢？正是因为机翼上存在着4个托体涡，而这个托体涡的能量比较大，从而可以大幅度改善该机升降紧附翼的操纵效率。即使是不依赖推力矢量技术，它也能够做出超机动的动作。何况这仅仅是开始，因为目前歼-20所做出的这种匪夷所思的动作，还仅仅是依靠它优秀的气动设计。如果未来的歼-20能够配备装有推力矢量喷管的涡扇15，那么它的低空低速机动性能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美国媒体推测，歼-20在今年1月份首次与涡扇15一起进行了测试，而涡扇15一旦投入使用，除了将会大幅度的改善其机动性以外，还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其非加力状态下的巡航速度，也就是超音速巡航能力。当然，
涡探15能够配装在歼20上，那么该机利用推力矢量喷款的天转，还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它的超机动能力。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歼20将毫无疑问的会成为目前世界上所有隐身战斗机中机动性最强的平台。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